目前我国的东风弹道导弹组成了各阶段的打击体系，民间称东风导弹为东风快递。所谓东风快递，使命必达，一旦发射出去，不达目的不罢休。不仅如此，我国的东风快递实力还在不断增长，有一种欲发不可挡之势。根据一位美国官员的统计，我国火箭军在2020年一年试射了250多枚弹道导弹，远超美俄，甚至比其他所有国家相加还要多。不仅如此，从去年试射东风21D、东风26到今年进行中段反导测试，每一样都让西方寝食难安。最近，国外军事论坛上就出现了一种论调，不少外国军事专家认为，未来战争将是智能化战争，无人机将是战场的主导。无人机作战不仅效率高，而且成本十分低廉，因此未来战争靠无人机，单纯发展弹道导弹等大杀器是没用的，不如省下钱来在无人机上多投入。不少外国专家拿出去年纳卡战争作为例子，在那场战争中，军用无人机可谓是大出风头，不少昂贵的地面装备被廉价无人机轻易打爆。很多人说，军用无人机的出现使得一场高强度、低成本的战争成为可能，而一枚导弹可能造很多无人机，因此发展导弹不如发展无人机。但真的是这样的吗？如果相信这种论调的话，只能说就上了西方人的当了。就像当初中国发展航母时，西方盛传航母无用论一样，就是为了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如今说无人机比弹道导弹好，也是这么一回事。这样的理论乍一看是这么回事，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漏洞百出了。无人机在一场技术含量低的区域作战中的确能发挥用途，但考虑到无人机操作的局限性，它注定无法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充当主要角色，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像激光武器、电子武器等都能轻易制服无人机，因此无人机也只适合低科技含量的战争。很显然，这不符合我军的建军理念。不管怎么说，东风快递依旧是我们的真理，我们肯定要继续发展下去。不过话说回来，我国的无人机水平实际上也达到国际顶尖水平。中国军用无人机本就是军用市场的抢手货，而且我们也开发出如无人机蜂群这样的既包含无人机作战又具有科技含量的无人机作战新方式，因此压根就不用西方瞎操心了。近日，在印度班加罗尔航空展上，印度人意外展出了一件老货——印度国产发动机卡佛里。不过，并不是实物，而是展示版与模型。卡佛里的亮相让人们想起了这个印度人30年没造好的国产航发。原本印度人都放弃了，如今为何又要起死回生了？在上世纪80年代，印度有一项国产轻型战斗机的研制计划，而这个计划的衍生物便是我们熟知的 LCA 光辉战机。在当时，印度人对这项计划相当有自信，并且认为是军工国产化的开端。在1986年，印度国防部还授权研发一款国产航空发动机，专门为 LCA 光辉战机配套，也因此开启印度国产航空发动机制造的道路。1989年，这款国产发动机的设计方案被最终确定下来，并开始着手研发，研发资金达到6000万美元，而该发动机名为卡佛里。卡佛里这个名字在印度语中的含义是一条印度人心目中的圣河，由此可以看出印度人对这款发动机寄予的厚望。按照计划，卡佛里发动机将在1997年交付，但在开始研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款发动机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没了消息，直到1995年，卡佛里发动机的原型机才能点火运转，但此时离交付却依旧遥远。进入21世纪后，印度的光辉战机原型机开始进行试飞，然后印度空军却一直等不来自己的国产发动机。最终在2008年，印度国防部宣布将不再把卡佛里发动机与 LCA 光辉战斗机视为一个整体，而是单独研发。2010年，印度官方突然宣布卡佛里发动机取得重大突破，高空实验获得成功。而在1年后，印度国防部长表示，卡佛里发动机已经研制了9台原型机和4台核心机，并且已经完成近2000个小时的测试。似乎印度人终于能盼到自己的国产航发了。然而谁也没有料到，2014年印度官方宣布卡佛里发动机研发计划下马，这说明这款发动机恐怕是真的不行了。原本卡佛里发动机应该就此掩埋尘埃中了，但没想到今年印度人又将其搬了出来。不过想想，在去年的时候，中国可是连爆了2个重磅炸弹，其一是搭载涡扇20的运20运输机进行试飞，其二是搭载涡扇10C的歼20正式入列，这无疑是中国国产航发的一次重大突破。而印度人一向喜欢和中国比较，
如今看到中国航发的成就，印度人能不酸吗？因此，为何卡弗里发动机能起死回生，完全是被中国赶鸭子上架的。根据印方说明，卡弗里发动机将于2024年正式交付。但且不论卡弗里发动机技术指标在如今早已落伍，按照印度的研发效率，再给他们30年，他们真的能造出自己的国产航空发动机吗？美军的11艘核动力航母也是美国军事力量称霸全球的资本，对于美国而言，必然不会让航母轻易受损。要击毁一艘航母也是一件极其难办的事情，至少需要闯过3大难关。首先，航母也不是单独行动，而是有一支护航编队为航母提供保护。其次，美国的航母也是能进行伪装，在战时航母的无线电将会处于静默状态，尽管航母很大，但是在茫茫大海上依旧如同一片树叶。最后，现代核动力航母不仅吨位大，而且护甲极其坚固，所使用的特种钢都属于美军内部最高机密。正是有这3大保险，美军航母才极其难对付。那么航母杀手东风21D如何一一突破呢？在进入作战状态时，航母编队会开启雷达，而航母预警机也会启动侦测周围敌情。不过美军雷达与侦测体系虽然发达，但并非万能的。美军航母战斗机作战范围大概在1000公里左右，而东风21D射程在1500到1800公里，也就是说，在躲过卫星侦测的情况下，美军航母基本上察觉不到东风21D发射，剩下的更是前进途中了。一般而言，航母编队的雷达侦测是以雷达源为中心，呈向下的半圆形，这就意味着导弹发射到足够高度就能进入雷达探测盲区，而东风21D高度达到50到80公里，避免了发射中期被发现。在末端被发现时，东风21D能以数十马赫的速度快速下降，留给航母反应的时间不多了。当然，东风21D除了要难被发现，还要保证自己发现航母，通过侦察机、雷达与卫星，我们可以大致确定美军航母大概位置，但要在最后打击阶段精准命中航母，还得看导弹自己。东风21D具有末端制导能力，源于其弹头有一个巨大的雷达罩，甚至比歼十 C 机头的雷达罩还大。我们以歼十 C 为例，这架战机机头的 AESA 雷达可以在200公里外可以发现4平方米大小的物体，而东风21D飞到航母上空80公里以上，锁定一个宽几十米、长上百米的物体也不成问题。最后还得保证东风21D能给航母足够的破坏力。俄罗斯人推测他们的 P800 反舰导弹能给航母多大破坏力？结论是要完全击沉可能要20枚，但对付美军航母不一定要完全击沉。航母的弱点在甲板，如果1枚导弹落在甲板，即可使美军航母瞬间失去作战能力，需要数小时的损管才能恢复，而3枚足以使其瘫痪，需要拉回基地去修理。考虑到 P800 反舰导弹携带弹头的重量与东风21D相近，这也可以给我们参考价值。